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本期的视频中，有风会手把手教你来创建一个外贸企业网站。不管是你想建一个商业网站、服务网站、机构网站，或者说一个职业自由者的网站，作品集网站，跟着有风今天学，你都可以搞定。当然的话，你也可以找别人帮你做。做了这样一个专业的网站的话，我估计的话，大概费用应该是在5000到1万，或者1-2万都有可能。今天你花2个小时跟我学，那你就可以省下这个费用。在油管上，我相信做外贸的朋友的话，应该非常非常多。有风今天以做一个棚房，也就是帐篷的一个企业网站为例，来为大家演示一下。这是比较常规的，很多这种企业网站大概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感觉看起来比较 low， 比较低端。今天的话，这个的话是有风今天要教大家做的，看起来的话非常的高大上。而且的话非常非常的简单，瞬间的话这个看起来的话就非常非常的专业了。这个网站的话大概的话上面的话会有我们的一个菜单栏，那我们点击相应的一个页面，它就会跳转到相对应的页面，这是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那我们来看一下常规的一个，常规的他们做的一个网站，这是他们做的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那这是有风今天教大家做的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那非常非常的专业。还有一个产品的一个展示页面，在这个产品展示页面的话，也有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展示。比如说我卖的是一个棚房，有棚房的一个分类下面有电话号码，还有一个生产流程。在底部的话有一些公示信息，获得支持联系我们。在这里的话还有一个工程案例。这个页面的话会展示我们做过的一些项目。你做过，比如说我们做的是阳光露营基地、临时仓库设施户外活动展示馆等等，这就是我们的案例。这个案例的话，我们点一下它这个图片的话，这个都会显示出来。还有一个博客的一个页面。博客页面的话，因为我们做网站的话一定要写文章。一旦当我们的文章被 Google 收录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免费的流量。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免费的流量，这就是我们文章的一个大概形式。左边呢是文章的话，你看外面还有一个圆角，看起来非常漂亮。右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创始人，还有一些相关的文章。这里的话还有我们社交媒体的一个链接。当我们点击这个文章以后，它就会跳转到相关的文章页面。这是文章的一个标题，这是写的日期，这是作者。这里的话有一个封面图，非常漂亮。下面的话也是图文并茂。右边有最新文章，还有分类。我们再来看一下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联系我们的页面的话，就是一个联系方式，工厂的地址、电话号码、邮箱、工作时间等等。这里的话有一个表单，我们可以在这里提交表单。提交表单以后的话，我们后台就可以收到客户的一个咨询。下面的话还有我们的一个公司的地址，有一个地图在里面。最后右上角的话，这里还有社交媒体的一些账号链接。这里的话可以点击获取报价，点了获取报价以后的话，它就会跳转到我们这个联系页面。在这里的话，你就可以填入你的一些需求直接联系我们的一个公司。今天有风用到建网站的程序的话叫做WordPress 的话，它是一个全球非常主流的一个建网站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的话它是免费的。另外的话，我还会用到一个叫做 Elementor 的一个网站构建器。有这个工具以后的话，我们只需要在网页上拖一拖拉一拉，就可以建出非常漂亮的一个网站。完全的话不需要你懂任何代码。今天的话我也不会使用任何代码。我们主要分4步来进行。第一步的话，我们需要购买一个主机，购买一个域名。因为网站的话你肯定是需要有域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域名，还需要主机。我们再把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程序安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再把安装好这种程序以后，我们再安装上一些模板，还有一些页面生成器，还有一些插件。最后的话就是教大家怎么样个性化定制我们整个网站。首先我们来先了解第一个，就是什么是主机什么是域名。主机的话就是存放我们网站里面所有这个文件的一个地方。就像我们上面有文字有图片信息，这个主机的话就是存放我们这些信息的一个地方。域名的话就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个百度Google他们都有相关的一个网站。这个上面这个网址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域名。了解了这些基础信息以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需要购买一个网站我们就需要购买一个主机购买一个域名。有风用到的一个域名主机提供商叫做 Hostinger。第一次进来的话，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左上角这个 English 把它换成中文就可以了。它支持我们的中文。
那建网站第一步的话，就是需要购买我们主机域名。那这个网站 Hostinger 的话，它是一个全球非常大的一个域名主机提供商。啊，它里面的话托管了上百万个网站在里面。为什么会推荐它呢？第一个啊，是因为它价格的话足够的便宜，还有的话在同等价格里面的话，它的功能是最多的。首先来购买，教大家怎么样购买。我们点击这里有个享受优惠，点一下它。这个地方有3个套餐，那每个套餐的话，价格的话，前2个套餐价格差距不是很大。我建议大家选择最热门的一个套餐。你购买它这个主机的话，你购买1年。它会赠送你第1年的一个域名使用权，也就是说第1年的话，你的域名不用给钱，你只需要买它的主机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它还会赠送你3个月的一个免费增期。那这个主机里面的话，它可以放100个网站。那第2个这个套餐的话，它比我们第1个套餐的话，它的速度的话会快5倍，所以说它们价格只相差6块钱，但是速度会快很多。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选择第2个。下面的话，存储空间的话是200GB。第2个的话，它的一个备份的话是每日可以帮我们备份。第1个的话它是每周。为什么要进行每日的一个备份呢？因为有时候我们更新网站，那可能你今天会发文章，明天会发文章。我希望我的网站的话，天天都可以自动进行备份。一旦如果我的网站出现问题或者被攻击之类的，那我可以直接恢复我前一天的一个备份非常的方便。还有它一个无线的 SSL， 这个也非常好，还有无限制的流量，网站有多少流量都可以承接。它还有一个免费的电子邮箱服务，有免费的一个域名，还有免费的一个 CDN。免费的第1个的话就没有免费的 CDN。CDN 有什么用呢？它叫做一个全球加速。你的访客从美国访问网站，他就从美国调用一个数据。你的访客在法国，他就直接从法国调用数据。这样的话可以大大加快我们网站的一个访问的一个时间。下面还有一些基于 WordPress 进行一些优化。还有里面它还有一个 AI 网站建站，还可以用 AI 直接帮我们建网站，非常的方便。安全性的话，它增强了一个 DDoS 的一个保护，还有一个恶意软件扫描等等。还有一个最好的，我觉得要说一下，它提供了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证，也就是说30天以内的话，你都可以申请一个退款。它的一个在线保证时间是 99.9%， 那非常的厉害，也就是你的网站基本上会一直在线，不会说什么掉线之类的。我建议大家选择中间的商业计划，我们点击这个增加到购物车。增加购物车这里选择你要购买的一个时间，你买的越久的话，它价格的话就会最便宜。如果你买48个月，那它每个月算下来的平均价格是在23.99。如果买12个月的话，你算下来每个月就要43.99，这个是1个月的，这个价格的话是1个月的一个价格。做网站的话，我相信大家的话都不会说只做1个月、2个月就不做了吧。一般的一个企业网站，你再怎么也要做个几年，对吧？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48个月，这样的话稍微来说相对算下来每个月的话就会便宜很多。选好了上面的一个套餐以后的话，选好上面的套餐以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输入你的一个邮箱，你的密码，或者你用你的一个 Gmail 邮箱直接登录一下也可以。它支持的付款方式非常多，它支持支付宝，支持我们中国的一个银联，支持 PayPal 付款都没有问题。这上面全部选好以后这里点击提交一个安全付款就可以了。付款完以后的话，如果你买的1年的话，等一下的话我们可以去申领一个域名，也就是说第1年域名标签我们可以先去申领一个。这里的话就是我们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可以点击我们这个网站，点击网站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增加网站。增加网站我们可以选择第1个 WordPress。现在的话，我们就来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网站，这样的一个语言。如果你要做英文的话，你直接在里面选英文就可以了。这里填入你一个管理员的邮箱，还有一个管理员的密码，用于我们以后登录我们的网站后台。所以说这里一定要设好。密码它的要求比较多，需要大小写，还需要符号。填好以后点击下一个下一个的话，这里选择网站类型，我们选择一个博客，然后再点下一个。这里的话你准备怎么样构建你的博客，我们选择第2个，点击下一个。这里的话，它叫我们选择我们网站的一个模板，那我们这里选择跳过，因为等一下有空会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样安装我们的模板，我们点击跳过。
这里有问我们需不需要安装一些插件，那我们这里跳过，我们不需要它的这些多余的插件。这里是否想用人工智能生成博客，不需要，我们这里点击跳过。这里的话选择我们的一个域名。如果你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在这个页面的话，你可以去申领一个免费的一个域名。申领好以后的话，你去你的邮箱里面来验证一下就可以了。那非常非常的简单，你跟着它的步骤操作就可以了。因为我已经申领好了，我直接点击这个就可以了。点击我的域名有风 AI， 点击下一个。当然这里你可以使用临时域名，先建一个，建好以后的话，以后再绑定也没有问题。这里的话，它现在就在帮我们安装这个 WordPress 的一个程序到我们的网站。那我们为什么安装 WordPress？ 因为它是一个网站的一个程序，那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程序才能搭建好我们的一个网站。那这个程序的话是免费的，我们直接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就可以了。那后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程序对我们网站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整体的一个设置。好，网站安装好以后的话，它会跳回我们的一个 Hosting。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地方有个管理面板，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一下它，这就来到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后台。如果下一次你想进网站的后台非常非常简单，那你直接把上面的这个地址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前面是你的一个网址，后面的话这里有个一杠 WP 杠 ADMIN 再一个斜杠，然后这个按钮，还要按一下回车，那就可以进入你的一个网站后台。那你输入你的刚才设定的一个邮箱一个密码的话，也同样可以直接登录到这个后台来。进入到后台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仪表盘。仪表盘的话，就是我们整个 WordPress 的显示的内容的一个地方。它里面的内容比较杂乱，那如果你觉得有点乱的话，那你可以把这些收起来。这上面的话有个显示选项，那你想让你整个后台页面看起来干净，那你可以把这些全部勾起来，这样看起来就非常清爽干净了。左边的话，你这里可以写文章，这里可以创建页面，这里可以管理评论，这里可以设置我们的模板，这里可以设置我们的模板，这里可以管理我们的一个插件。那 WordPress 插件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手机上的一个 APP， 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插件，可以大大增强我们网站的功能还有工具一些常规的设置等等。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插件插件刚才有朋友已经说了，它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些 APP， 相当于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插件。那我们都可以等一下来有空来教大家会安装一些。第一次的话，它里面内置装了一些插件，我们不需要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给删除掉。我们点击选中以后，点击这里有个禁用，我们直接点击一个删除，因为不需要的话把它删除。但这个插件的话，我建议大家留一下。这个插件的话，它是一个缓存插件，它可以加快我们网页的一个运行的一个速度。那我把其他两个给删掉。首先我先需要点击禁用，再把它选中，这里再点一个删除。好，这个缓存插件的话，我也先把它禁用，但是我不删除。等一下等我们网站建好以后的话，我们再启用它。因为如果你现在启用的话，等一下你的网页可能显示不是那么实时显示，因为它是一个缓存的一个插件。我们再来设置一下密码，我们再来设置一下我们网站的密码，也可以设置。点击这里用户，这里有个个人的一个资料。个人资料里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我们网页显示的一些外观。这里的话，你可以改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你就可以在这里更改。有风的话比较喜欢这个现代的这种风格，看一下蓝色的看起来很舒服。这里的话有网站的一个语言，你可以设置一下。我们刚才默认安装的是一个中文就可以，你如果是英文，你就可以选择这个英文的。如果你做外贸，你要做英文网站，你直接把这里改成一个英文就可以了。这里一个站点的一个名称，我们这里可以改一下。以后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它会显示这个名字，你可以改成你的一个企业品牌名字，当然也可以改成你的自己的名字也可以。公开显示这里我们可以改一下，显示成这个就可以了。电子邮件如果你要改的话，你可以把你新电子邮件填在这里就行了。这里有个设置密码，这里点一下设置密码，那你可以来设置一下就可以了。那你可以隐藏一下在这里设一下密码就可以了。不需要设密码的话取消就行了。最后的话点击这个更新个人资料大家记得下次在这里改密码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首页显示的一个效果。现在我们首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什么东西都没有。等一下的话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做成像我们这样一个专业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形式。现在的话我们是空线的话非常简单，啥都没有。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个外观。我们网站的模板的话，基本上就是这里面的一些模板，我们可以新增模板，那里面模板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我想把我的模板换成这个，我点一下启用。启用好以后的话，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首页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网页是不是它的一个模板的话就变了我们以后要改模板的话，都是在这个外观里面、模板里面进行更改。那有些不需要的一些模板的话，如果你可以把它删掉，点一下它，再点击删除就可以了。网站里面没有用的东西，我们尽量把它全部给删掉，这样的话可以加快我们的网站的一个运行的一个速度。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到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叫做 Elementor 相关网站的一个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Elementor 的话，它是一个网页构建器，那我们不需要写代码，只需要一拖一拽，那就可以做出非常专业的一些网站非常非常的简单。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可以先来注册一个 Elementor 的一个账号，点击右上角这个登录它里面是。它有付费的，也有免费的，但是我今天教大家使用免费的功能的话，就完全已经足够了。我们可以点击这里创建一个账号，或者说你直接用你这个 Gmail 邮箱登录一下，点一下这个使用 Gmail 邮箱登录一下就可以了，创建好你的账号创建好账号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后台。网站后台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插件这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增加新的插件。那我们需要接下来把这个插件，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注册了账号，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插件的话安装进我们的网站。这上面直接可以搜索一个 Elementor。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紫红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Elementor， 我们需要把它点一下立即安装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好，这个安装成功以后呢，我们点击一下启用就可以了。点击启用以后，那我们接下来有风教大家怎么样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编辑。我们先来学习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知识。学了这些基础知识，等一下我后面讲的一些东西，那你听起来的话就非常非常的简单。现在的话，我们点击这个页面，我们这里点击一个新增页面。这里的话会出现这个页面。这个页面的话，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创建了账号了，我们这里不用管它，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叉就可以了。右上角这个叉点一下。这里我们再来点一下页面，这里有个新增页面。那新增这里页面的话，这里可以写这里可以写上页面的一个标题，因为这个是个案例，我就直接写个案例。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发布。这个时候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下编辑。我来教大家一下 Elementor 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操作。这个页面来到这个页面，我们需要把这个关掉。如果你看不清的话，你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加减号键。我们把这个稍微放小一点，然后点击右上角这个叉把它关掉，然后再按 Ctrl 加0键恢复100%的一个网页的一个显示。你可以看到左边的话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标题、图片、视频、按钮分割线这些，谷歌地图图标都可以。我们直接要用的话，直接往里面拖就可以了。下面的话还有它一些专业版的一个功能。我们今天是用的这个 Elementor 的一些免费版。专业版的话，它可能跟功能的话会更多。有需要的小朋友，有需要的一个小伙伴的话，当你熟悉以后的话，你可以考虑去用一下它这些付费的一些功能。今天用不到，我们可以先点这个按钮把它收起来。下面的话还可以增加一些基本图库图片轮播图像框等等等等。下面的话我们用的比较少，今天的话我们也可以先把它收起来。我们今天主要用到的就是这上面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号，加号的话它可以你想使用哪种布局，一种是网格，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弹性盒。我们选择这个弹性盒，点击第一个可以给大家大概演示一下它的一个功能。这个容器的话，我们这里左边的话，我们可以来调整一下。你看，这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高度，你直接拖动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可以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背景颜色。点击这个样式，这里有个背景类型，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经典颜色的话，你这边可以选一个非常简单。你想要什么颜色，在左边选一个颜色就可以了。当然的话，我们还可以。我们点击在这个点，当然的话，我们还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图片。如果你想换成图片也可以，我们选择一个图片，我们可以来上传一张我们的一个图片进来。这样的话，我们的图片的话就上传进来。但是你这里看到是不是看不全？没关系，你这里的话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显示的一个方式。你显示尺寸，你可以点击这个覆盖，点覆盖以后的话，它就可以显示全了。当然的话，你改成其他的，它都会有所不一样。那我们点击这个覆盖就可以了。背景的一个固定方式，你可以定位的话，你也可以改一下它的一个显示的一个方式，都没有问题。这里的话随便选，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调。这里有个背景覆盖，背景覆盖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在它上面蒙一层
颜色，比如说我们蒙一层这个颜色，我们选择一个颜色，选一个黑色，你看我们可以在上面蒙一层的黑色，还是刚才不见了，我们点击这个6个点，点一下它，还是一样是这个，它又回来了，这里还是背景覆盖。它的不透明度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你越往后面拉，它上面的话颜色的话就会越暗。那这个有什么好处？有时候我们需要在图片上打字，比如说我们点击这9个点，把这个文本拖进来，上面的话会显示我们的一个文字。这个文字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更改。更改以后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样式，你可以让它居中，或者更改一下它的一个颜色，都没有问题。当然，我们还可以让这个文字居中显示都可以。点击一下这上面这几个点，我们点击这里有个点击左边这布局，布局的话我们这里选择一个，这里的话我们点击布局，布局这里我们选择这里有个居中这个文字的话它就会跑到中间来。那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文字，我们点击这9个点，比如说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拖一排，你看拖到下面有个紫色的一个长方形出现以后，我们放这个文本的话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这里面的文字的话，可以点一下这笔，可以改一下，也可以让它进行一个居中，点击样式让它居中，也没有问题。再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很多。左边这些我们都可以加，我们还可以加一个按钮进来也没有问题，直接拖进来。拖进来以后，我们同样点击样式，可以让它居中。当然，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颜色。上面这个字的颜色我们也可以改，点一下这个笔，把它的一个文本颜色的话也改成一个白色，看得清。再点这个笔，按钮上这个笔，我们可以更改这个按钮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我们改成一个蓝色，它变成一个蓝色。上面的字的话我们可以改，点一下这个笔，这里有一个内容的话，这里就是你可以比如说点击联系我们，也可以改一下这个字。还有一个点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点击这个样式，在这个悬停，当我们鼠标放在上面的时候，它会变颜色。我们来试一下，点击悬停，这个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个。当我们鼠标放在上面的时候，它会变成红色，看是不是非常简单。当我们的一个页面的话设置好以后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更新的按钮。那这个页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更新以后的话，这个页面的话，它就会实时显示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当然的话，这个页面的话，只是有风给大家演示一些 Elementor 做网站的一些基础操作，那大家先熟悉一下等一下的话等一下我们会用模板来进行一个创建，没有这么难。但是大家需要先了解一下这些功能。那我今天建的网站的话，大概的一个模板样式是这个样子。这个模板的话，我会把这个模板的一个下载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先把这个模板下载下来。那我把这个模板的话放在我的一个 Google 网盘里面了这个链接打开以后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你们直接点击右上角这个下载按钮，把它下载到电脑上就可以了。我已经下下来了，大概是这样一个 ZIP 的一个文件。可以把这个页面关掉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些设置。这个页面可以点击3个杠，点击这里有个退出直接点击应用退出就可以了，离开。在安装我们模板之前的话，有个地方我们需要来进行设置一下。我们点击左边有个设置里这里有个固定链接，我们点一下它。固定链接的话，这里的话我们文章一定要确保我们的一个链接的一个固定结构一定要是这种文章名的，一定要点击这个。以后我们网站的一个，如果你点到一篇文章，它显示的上面网址的一个格式，我们选择这个，选好以后，这里记得点一下保存。我们再点击这个 Elementor， 这里有个设置，我们点一下它。设置的里面有个高级设置，我们点一下。高级设置里面有个启用未过滤的文件上传，现在是禁用的，我们先要把它打开，点击一个启用，一定要启用一下，点击一个保存更改。那大家的话一定要跟着有风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操作。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视频下方跟我留言。我看到的话，有时间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好，这个地方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好，我们同样点击这个 Elementor， 这里面有个工具，我们点一下它。工具的话，这里有个导入导出库，我们点一下。好，这里的话我们点击导入模板，因为刚才的话模板我已经下载电脑上了，点击一个开始导入，把我们的模板的话导进来，点击选择文件，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 ZIP 的压缩文件的话导进来，选择它打开。这里的话警告，这里文件不安全，不用管它。你不管上传什么文件，它都会这样提示。这里勾上不再显示此选项，点击一个继续。这个时候的话，它就在帮我们安装这些组件模板的话到我们网站里面来。
那我们直接点击右下角这个下一页，一定要确保把所有前面的勾的话都要勾起来。点击下一页，这里也是2个勾记，一定要勾上，点击导入。这里它导入的时间的话，可能需要1分钟或者2分钟，大家稍作耐心等待一下，因为它会安装模板，还会集合一些插件。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无法下载一个套件的话，那我们可以重新来试一次，重新把我们的一个传进来就可以了。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第一次导的话会失败，没有关系，我们再来就行了。同样开始，这里的话它又在导入。好，这次的话我们已经导入成功了。如果你遇到失败，多试2次。导完以后，这里点击右下角这个关闭就可以了。现在回到我们的后台，这些东西有点多，你不想看了的话，直接点击这个叉，把这些关掉就可以了。仪表盘这些可以把它勾掉，都让它不显示，简洁一点。我们点击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现在的话给大家看一下，大概的话我们现在网站显示成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些的话里面有一点大，有些错乱。那接下来不要着急，跟着有风一步一步来操作一下。首先我们需要改一下这个字太大了，我们需要让它变小一点。我们选择左边这个 Elementor 里面有一个，我选择 Elementor 这里有个设置，点一下。设置的话，我们把这2个勾上，就是禁用默认颜色和禁用一个默认的一个字体。我们把2个勾上，点击一个保存。好，保存以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页面来看一下。现在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是不是这个字的话，现在已经正常的显示了，看起来已经非常的舒服了。上面的名字的话，我们现在可以改一下。点击这下面有一个设置，这的话，这名字的话可以改成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名字。点击一个保存，再来到我们的一个模板页面，我们再点击这个外观。这上面的话，我们点击一个新增主题。新增主题的话，我们这里搜索一下。新增主题这里面有一个新主题，我们这里搜索一下 Elementor， 那也就是这个 Elementor 也就是第一个，我们把它安装进入我们的一个网站。安装好以后，记得点一下启用。我们再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这里一个左上角，点击这个查看站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站点上面的名字已经改好了。那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现在需要来更改一下，我们要改成等一下像我们这个网站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中文的一个形式。那后面的图片文字这些我们全部都要改。接下来跟着我一步一步来操作吧。那我们可以点击顶部这个按钮，使用 Elementor 编辑，点一下它。这里就来到我们的一个 Elementor 的一个编辑，和我们刚才那个页面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哦。右边这是个导航器，我们先可以把它关掉。那如果你还想让导航器显示出来，点击左下角这个导航器，它就会显示出来。我们先把它关掉。首先我们来更改我们最顶部上面的一些内容。那后面的背景这些字的话，我们都可以来更改一下。我们来先更改一下上面的文字，我们点击这个笔，那你可以更改一下在上面的一个文字。那这里的话就可以来改。那你可以改成你品牌的相关的信息。那我这里比如说改成我是有风。在下面的一个内容的话，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这内容的话，如果你没有灵感，不知道怎么写，那我们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们写。那我们来试一下。发给 GPT 的提示语就是你现在是一名拥有10年经验的一个营销策划专家，那我们是做帐篷棚房的公司，现在准备做一个网站，请帮我想5个 slogan， 还有5个简短的一个公司介绍。看，这就是 GPT 帮我们写的一些内容，那非常方便。如果说现在有了AI，有了大大加快我们的工作的一个效率，推荐大家去使用一下。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口号我们选好了，比如说我选的这个，复制一下。如果上面没有你想要的，你可以再发个提示语给他，再帮我生成一些，他也会帮你生成一些新的。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搭建梦想，保护未来。我们可以把后面的字改一下，搭建梦想保护未来。里面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几个符号，我们不要去动它。等一下这个颜色的话，我在最后会告诉大家怎么进行一个修改。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全局的一个修改，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改一个，其他的话其他地方都会跟着变。那现在的话我们不用单独改它，先不用管它。下面的话还有一些简介，那我们可以来复制一下。刚才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我们是一家拥有10年经验的一个棚房专业公司自律也怎么样的，你可以复制过来。同样点击一下它，这里有一个标题的一个描述，我们点一下它，把它粘贴进来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那这样的话就加进来。这个它的文字的话，你也可以更改一下。
我们点一下这个笔就可以改了。把这上面字我们改成一个说关于我们，那后面的话字的话，你可以改成一个联系我们。当然的话，这个字的话，我们是可以给它加上链接的。加链接怎么加呢？你有个链接，我们直接可以把，比如说你上面是你的链接，你直接复制粘贴进来就可以了。当然的话，我们这里还可以搜索，因为我们刚才后台的话已经有了一些页面了，我们直接可以在这里搜。那我先回到后台给大家看一下。回进后台的方式，我再复制一下给大家再说一次。上面的一个我们的网址，再加上一个 wp-admin， 那就可以进入我们后台。那当然的话，你进后台是需要密码还有账户的，就是我们刚刚最开始装网站的时候设的邮箱和密码。那这里有所有页面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呢，它已经帮我安装好了一些这种模板了，这种页面呢，我们直接可以调用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比如说这里是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可以点击这个查看，那就是说这个关于我们的页面，我可以直接把这个网址复制过来，然后粘贴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了。当我们链接一旦点了它以后，它就会跳转。当然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输入关于我们你看这里的话，这个页面的话，它的名字也会出现，直接点一下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那后面这个联系我们的话，以同样的道理，你直接可以搜索一下，只要你页面里面有出现的，它一般的话都会进来。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一个图像，就是后面这个背景图。背景图的话，如果你公司有图，你可以用你公司图；如果你没有图的话，可以交给 AI 来帮我们生成。比如说我们是一家卖帐篷的一个公司，那我可能需要一些帐篷相关的一些照片，那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生成一下。比如说双层帐篷大型帐篷透明帐篷你做的什么产品，那你就可以直接叫 AI 来帮你生成一下。像我这里做了一个现代的一个帐篷的一个图片，那我教大家怎么样用 AI 来生成。那用 AI 生成图片的话，这个网站叫做 Leonardo， 它可以帮我们生成非常非常多漂亮的一个图片。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一下就可以了。那当然这个是免费的，每天的话它会给你1分。那150分的话可以生成，你看左上角显示了，它可以生成它可以生成部分的一些图片。那如果用完以后的话，你明天来，那它又可以帮你生成。还有一个工具的话叫做 Midjourney。那 Midjourney 的话，它应该是目前市面上 AI 生成图片最厉害的一款工具。它生成的一个图片的话，已经非常非常的真实了，类似于就像我们用照相机拍的，你可以看到这一张，就像我们照相机拍出来这样的效果，它其实它是用 AI 帮我们生成的，但是它是需要付费$20一个月。那如果你想试用一下的话，有风会在视频下方给大家提供一个合作的按钮，合作的话也就几十块钱，大家可以先去感受用一下，因为确实这个生成出来它效果会真实很多。来到Leonardo后台以后呢，我们点击这个生成图片，那等一下给大家对比看一下他们生成好的一个效果图。生成图片呢，我们需要一段提示语，提示语的话它只认识一个英文，我们需要先把中文的话翻译成一个英文，复制一下。我说在一间现代豪华的一个棚房办公室里面，一群人正在开会。那我把这个提示语的话粘贴到这里面来。左边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每次生成几张照片。比如说我选了2张。那下面的话，你要生成多大尺寸的照片，这里可以选一下。比例的话，我们可以选一下，比如说我选成一个16:9的一个尺寸。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模型，它里面有很多模型。那不同模型的话，它生成出来的效果会不一样。我这里选择一个真实的一种感觉，点击一个生成就可以了。这时候它会帮我们生成，但是这个比例的话，它别人竖的了。我们这里改一下，改成一个16:9。好，再点一下生成。这次的话，你看这种就是这种横的了，一群人在一个棚房的办公室里面开会。当然的话，我也会用这个 Midjourney 来给大家演示。Midjourney 的话，它是运行在我们的Midjourney 的话，它是运行在我们这个 Discord 的软件里面。第一次的话，你需要在你的电脑上安装这个软件，它就像我们的一个微信。微信里面有很多小程序，那 Midjourney 的话，它就相当于里面的小程序，需要在电脑上安装这个 Discord 的软件才能运行 Midjourney。那如果你只用这个 Leonardo 的 AI 生成的话，你直接用这个工具就可以了。生成好了，你直接点击这个按钮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那我打开我的一个 Discord， 我先来登录一下我的 Discord， 我在里面的话可以运行 Midjourney 进行一个 AI 图片的一个生成。那我之前也做了一期关于怎么样用 AI 生成图片的一个非常详细的教程，感兴趣的小伙伴的话可以去打开看一下，我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我们来生成一下，
我们左边的话是我们自己建的一个服务器，这里的话我打一个斜杠，选择第一个 Imagine Pro， 然后把我们的提示语的话粘贴进来。后面的比例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横杠2条杠，然后 AI 就是一个设置比例，比如说我们要设成一个16:9，发送给他就可以了。今天我网站里面是用到的所有的一些图片，不管是这种人的，不管是这种真人的，还是里面的一些帐篷的一些样式，你看这些帐篷，全部我都是用这个 Midjourney 用这个 AI 工具帮我生成的，它不是实际的一个照片，所以说我们在做网站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任何版权的一个风险，因为图片的话全都是我用 AI 生成的，我可以叫 AI 帮我生成一个帐篷，那你直接把帐篷的一个英文，把它发送给他，他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个帐篷。你看我生成了非常非常多，你只需要告诉他你想生成什么样的一些照片，他就会根据你的一个提示语，帮你生成一个相类似的一个照片。他每次的话会生成4张照片，你看我叫他帮我生成一个现代豪华的一个办公室，在一个棚房里面，他帮我生成这个效果。我觉得第一张好，我就点一下 U1，他就会帮我把这张图放大。可以在这里浏览器中打开，那我可以在浏览器打开以后的话，我就可以把它保存到我的电脑上，点击右键就可以保存到我的电脑上了非常的简单方便。如果你对它这刚刚生成的照片不满意，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那它又会帮你重新生成，非常非常的好。现在有了 AI 的一个帮助，让我们生成照片的话，简直就是易如反掌。这就是刚刚它帮我们生成好的一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棚房里面现代的这种感觉。我们点击，比如说我觉得第2张可以点一下 U2 第2张，你看它就可以帮我放大，这个就是第2张，一间办公室里面一群人在开会，在浏览器中打开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刚才生成好的一张照片可以点击右键把它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面。原理都是一样的，你想生成什么样的都可以，这些美女这些人物等一下我们网站里面都会用到都是有风用 AI 生成的，全部的话都是一些虚拟的一些人物。那有了照片以后的话，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更改一下我们这个背景，我们来更改一下后面这张照片怎么更改？首先我们需要先把我们的一个导航器打开，这里有个导航器，我们点击一下它，这上面的话就是我们最顶部的这个区域，我们点击一下它，点了它以后的话，这里有个样式，因为如果你不把这个导航器点开的话，你可能点不准它。有了它的话，我们直接点，你点到哪个地方，它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板块。点了一下它，这里有个图片，我们可以来选择更改一下，可以点击上传，那把我们刚才的图片上传进来。因为那里面的话，这些图片的话，全部都是我用 AI 生成的。我可以先把我想要的我可以先把这些素材的话，先全部上传到我的网站里面来。等一下的话，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调用。那当然，网上还有很多这种免费的一个素材网站，我们可以来给大家介绍2个。比如说 Pixel 素材图片，它里面有文字它里面有图片还有视频都有。你这里搜索相关的一个就可以，比如说我搜索一个帐篷，它里面就会出现一些帐篷的一些照片。这里面的图片的话是免费的，没有版权的，那你直接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把它下载到电脑上，直接拿来用都可以。那同样这个 Pixabay 里面同样那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漂亮的一些素材你都可以进来下载。推荐给大家，相关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这里面图片上传进来以后的话，你可以选择一张，选好以后的话，你直接点击这个选择，然后点击这个选择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这张图片的话就会被加载进来。我们可以把右边这个先关掉，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看不到文字的话，你点一下这个更新，刷新一下页面就可以了。我们先点更新，一定要点一下这个更新，不然等一下你上面设的话它都会不见了。刷新一下我们可以刷新以后，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图片的话它已经显示出来了感觉非常的高大上。那接下来我们来设置我们的第2部分，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把它收起来，我大概看一下效果还是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再把它调出来，有时候这边在转的话，你可能要稍微等待一下图片上传进来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个板块。下一个板块的话，主要是我们公司提供的一些产品，提供的一些服务，那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那里面的话，如果你不会，如果你文案功底不好，同样我们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们生成一下。把这个提示也发送给他和刚才的话有点相似。你现在是一名拥有10年经验的一个营销策划专家，我现在准备做一个网站，帮我想一些公司提供的一些产品
那这里的话，它已经帮我们想出来了。等一下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过来。那回到这个页面，这里的话可以改一下这上面，我们点一下这个笔，这里可以更改一下我们的，改成比如说我们的产品。这里服务的话，我们改成一个产品，这里改成我们可以为你提供。好，下面呢可以写一些内容。那内容的话，我们刚才上面已经有了，比如说我们致力于什么什么样的棚房，这些可以复制一下。我们刚才上面帮我们写好的公司简介，我们可以用起来，粘贴进来。下面的话你可以写一些，比如这里的话你可以写一个个性化定制1对1服务等等，因为这种大型帐篷它可能需要一些定制。我们点一下这个笔，这里点一下这里，我们可以更改一下这个文本，我们可以改成一下，比如说个性的定制，那根据你的实际产品来写吧。下面的话也可以点一下这个笔，然后这里的可以改成一个1对1设计服务。好，可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下你这个头像，你可以改一下，改成你们 CEO 改成一个设计总监的图片都可以。这里面的话我改成这个吧，改这个美女，改成这个帅哥吧。这个图片的话它都不是一个真人，全都是我用 AI 生成的。它的一个名字，那你可以来一个它的名字，它的是什么 CEO 之类的，你可以写上来。我那个叫做首席执行官兼总监。这里的话更多服务，这一个字的话你可以改成一个更多产品。这些链接的话可以设，这些链接呢可以可以让它跳转到哪些页面，你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可以跳转到我们的服务产品页面，那我们可以搜索一下那个服务，因为我们刚才页面里面有服务这个选项，你只要打这个字，你只要打上相关的关键字的话，它这个链接的话就会自动出来。右边的话，你提供那些产品，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我刚才 GPT 帮我们写好了户外帐篷，点一下这个笔，我们更改一下它那个字。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活动用棚房，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下面再来第3个仓储棚房，原理都是一样的，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你只要告诉 GPT， 那它都可以帮你生成对应的一些信息。最后一个。来一个定制服务。这上面图标也可以改，点一下这个笔，这里可以更改。这里你可以搜索一个，比如说我搜索一个帐篷，没有，反正这里面图标很多，我们可以搜索相关的关键词，它一般都会出现。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这一部分的话差不多就这样设置完了。可以看一下下一部分的话，可以来设置我们的电话号码。我们点一下它，这里点这个笔。那你可以更改一下这上面的文字。说第一个文字的话，我可以改成一个咨询热线，下面写上你的一个电话号码，这样子差不多可以了。右边的话，你可以来设置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那后面的话，我们还需要一段话，我们来复制一段我们的口号吧。我们以客户为中心，像什么放在第一这句话，我觉得还可以，直接粘贴进来。我们以客户为中心，始终将品质和服务放在首位。在后面这个字你也可以再改一下，改成一个，比如说联系我们，它有一个链接，那你也可以改。你可以直接把相关的链接，比如说上面是我链接，粘贴到这里面来。当然的话，也可以直接跳转到输入关键词，比如说跳转到我们这个联系页面，那也没有问题。大家在改的时候，记得右下角、左下角这里的更新，随时记得点一下。有时候如果你忘记点了以后，刷新一下，这上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了，都不见了。这里有个历史记录，我们点一下它，也可以点着你想回到哪个步骤，点一下它就可以跳转回去。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个关于我们页面这个部分，同样我这个笔点一下，这里可以设置一个关于我们。这里有一个介绍，这个字的话有一个。你可以改成中文，后面的话我可以改成一个，比如说温迪直达。这下面可以写上你的公司信息。第一个的话，你可以写上你的品牌，后面这里再加上一个什么10大棚房品牌之类的。这样的话，下面的话再来一个简介。简介的话，我们刚才因为生了很多，我们直接可以复制拿来用。这里有个标题的描述，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这下面的话可以写上你的一些内容。同样我们可以叫 GPT 来帮我们生成一下。我说再帮我写一个能打动顾客下单的文案，以及我们的一个亮点。那我们来
看一下它有些什么亮点。那有品质保障，可以来复制一下。比如说第一个品质保障，复制一下，点击这个笔，我们可以更改一下，点击相关的内容，就可以来更改一下它上面的文字。第二个的话，定制化服务复制过来，这个的话就需要大家耐心的想要去做，专业团队。再来一个全方位售后，那如果不够了，你可以告诉他再生成一些，我们可以直接来调用。比如再来一个创新设计，再来一个环保材料，这样的话就可以设好了。当然，这个图标的话你可以改一下，那你不要每个图标都弄成一样的了，你都可以点一下这个笔的话。你都可以把它改一下，这里的话还有这个地方也可以再改一下，可以改成一个更多，查看更多。那右边这个字的话，我们也可以改，你有多少年一个经验，这里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们有10年的一个经验。第二个的话是一个年，点这个 subtitle 这个字改成一个年。那下面一个标题的一个描述，10年行业经验。好，差不多这样的话，我们这里也改好了。左边的话图片的。我们也可以改，我们点击这个笔，点击这个选择图像，那可以把我们刚才用 AI 生成的图片的话直接加载进来就可以了。这个图片也可以改，非常的方便。我们的一个通放，这上面的话有一个视频我们也可以改，因为点一下这个视频以后的话，它会播放我们的油管上面的视频。如果你有视频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我点击这个视频呢，在上面复制一个链接的一个地址，复制了链接地址以后的话，回到 Elementor。点一下这个笔，这的话把我们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地址粘贴进来。上面的话选择一个平台，下面选择一个视频地址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时候它就变成我这个视频了。Hello， 兄弟们，我是有风非常的方便设好以后记得点一下更新这里你可以放一个你品牌的一个视频，你可以把视频先传到油管里面来，直接调用就可以了。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你这里有一些官方的一个合作伙伴，因为我们看到他们这种比较传统的页面，这里面都有一个合作伙伴。当然的话，我们这里面的话也可以来一些合作伙伴在这里面，点一下它。左边的话，这里有支笔编辑，你可以移动一下，就这样移动可以。当然的话，你可以这里增加相册，再传一些你的一些合作伙伴进来。当然的话，前提你要先有他们的一些 logo。这里点击增加的相册，你看这里是不是它就加进来了？假如这个是个 logo， 插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吧，就进来了。如果要撤销的话，我们是不需要，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些。我们点击这个历史记录，然后我可以返回一下，对，这样的话就返回了。这里的话都非常简单，大家可以感兴趣多去设置一下幻灯片展示的数量，这里你可以调整一下显示的顺序。那幻灯片怎么幻灯片显示的数量，这里可以设置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部分，这部分叫做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的一个使命。来点一下这个笔，那我们可以更改一下这个笔，我们的目标，这里有个使命，点一下这个笔。第一个的话，你可以改成一个使命。那里面的这个字的话，你也可以改，比如说我这里改成一个一切为了你的满意。下面这一段呢，还可以来一段。我们刚才这里面还有我们生成的一些，直接用 AI 生成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致力为客户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案之类的，就这样复制过来就可以了。这里有个标题的描述粘贴进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内容加进来。那右边的话有一些内容，我们也需要改一下。那我给 GPT 的提示语是这样的帮我写一个公司的使命，最好用一些数字在文案里面，来用百分比的一个数字形式。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它上面生成的不满意的话，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重新生成一下，叫它。那这个不满意，我们再重新生成一下，再发送给他。再多来几种使命。GPT 比如说帮我们写的10年经验100%的客户满意度1000家项目成功案例50家国家覆盖10万平米供应商等等的，非常有意思。这里的话，我叫他再帮我写了一些，比如说100%客户满意度，95%的产品质量合格率。那我们可以来改一下，比如说这里100%有点假了，我们98%嘛，直接改成90%98%。那这下面的字的话，你可以改一下，说改成一个满意度。然后我们来复制一下这刚才 GPT 生成的文案把下面的再改一下。那比如说第二个的话是99%的一个交付准时率这里可以点一下这个笔，这里改成一个
99，这里给下面的字改叫做交付准时率，点击这个，点击这个粘贴进来，把后面的复制一段后面的一个文字，下面的话把它加进来，多了个子参啊。最后的话再来一个，比如说98%的售后服务满意度啊，改成一个98%售后服务满意度。比如说90%的产品的环保应用率，90%，在后面数字你都可以改。然后后面下面的文字的话，你改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把后面相关的文字也直接粘贴进来就行了。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区域的话就设置好，一定记得点一下这个更新。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把它收进去，你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刚才做的一个页面的一个效果，其实感觉还是可以。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继续来设计下面的。这里有一个这个区域的话，就是我们完成的做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这个网站里面有一些什么工程项目啊，我们可以把它加进来。那这里我们先改一下这个字，这上面的字我们可以改成一个工程案例。那这里有一个，这里改成一个案例吧。那后面的字的话，我们也可以稍微改一下，工程完成项目。那下面的话字的话可以打一下。啊，这里可以在上面来复制一下我们上面的一些口号啊、亮点啊，直接把它粘贴进来就可以了。这边有个标题描述啊，直接粘贴进来啊，可以了。下面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进行一下更改。那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笔的话就可以来更改。比如说这里你一共有6个，你要显示6个，这里就设置一个6就可以了。那显示3个，你直接设成一个3就可以了。那这里的话它就显示了一个3个。那当然里面的一些图片啊、文字信息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更改。那怎么改呢？非常简单，我们移到这里有一个图库，点一下它。那这里第一个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它。那这里可以加上你的一个名字。在做之前的话，我们需要 GPT 帮我们生成一些吧，因为你如果自己想不出来，最好叫 GPT 帮我想，给我一些棚房工程的一个案例介绍。那包含具体的一些工程，比如说我第一个叫做阳光度假酒店项目，复制一下它。回到我们这个页面，左边的话我们更改一下它上面显示的字，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字的话已经改了，里面有个具体的介绍，那么可以复制进来，这里有个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介绍。好，可以看到这里有它的介绍。下面的图片的话我们再把它换一下，点击这个选择图像，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图片的话传进来。我可以看到我们第一个图片就传进来，第二个的话一样，我们点击一下它，那我们点击一下它，点击这个笔，在下面的话设置方法一样，还是这个图库。这次的话我们选择我们的第二个，就是它第二个。下面呢把我们的第二个项目啊，临时仓库解决方案，那复制进来，临时仓库解决方案，再把它给复制进来，下面的一个简介复制进来，再把它的图片的话更改一下，那以此类推，那把我们后面的话都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的简单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区域的话就已经设置好了。我们当然的话，我们还可以来更改一下它。好，这个区域的话，我们大概的话就改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往下一区啊，在做下一区域之前呢，我们最好的话点击这个更新按钮，把它更新一下。那接下来到我们的一个团队部分的话，我们需要一个我们来更改一下这个文字，团队后面的话改成一个成员，团队成员。那下面的话再改善，加一些我们的一个介绍。我叫 GPT 帮我写一个我叫 GPT 帮我写一个公司团队的一个介绍。等一下我们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OK， 复制一下它，回到我们这里，同样点击这个标题描述，把它直接粘贴进来。我们团队介绍就加好了。这里面的一些文字、图片的话，我们都可以来生成。那里面的图片的话，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生成一下。如果你没有这种真人的，或者你自己不想出来，我给 GPT 提示语就是。我给它的一个 AI 图片生成的一个 AI 提示语叫做一个亚洲男人正在电脑前面工作，微笑着看着镜头，半身照，人像摄影，真实人像风格。我复制一下它，打开我们的一个 AI 软件我们来直接可以生成相关的一个人物照片，还是用雷拉多，点击右上角这个生成。当然 Midjourney 也可以生成 ，Midjourney 可能生成出来的人的话更真实一些。点击这个按钮，图片生成，把我们的提示语的话粘贴到这个地方来。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一个正方形吧，1:1。这里我们选的这个模型就是最真实的这个模型，点击一个生成。这时候雷拉多的话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提示语的话生成相关的一个真实人的一个效果。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它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个效果。这是雷拉多生成出来的效果。但 Midjourney 的话，之前的话有风也给大家展示过，我用 Midjourney 帮我生成的一个效果。怎么改？我们点击这个笔，这里有个人，我们可以来把它改一下。
这里有几个人，直接改一下就可以了啊，很简单。没点台系啊，点一下再点那个笔就可以更改了。后面这个美女，我们来换一个美女，点击右上角这个笔，左边这里选择图像就可以了。好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填上，比如说这个人的名字啊，他的一个职位啊，你都可以改。比如说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它下面他的一个职位，你都可以改一下，那都没有问题。啊，这个非常简单。说你明明 OK， 下面改一下一个设计总监 OK 啊，差不多。后面的话你们都可以改一下啊。这部分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那些。下一步这里有一个客户的一个评价，其实在客户评价的话，其实非常重要。那有一些新客户的话，他第一次进入你的网站以后，他可能会看一下这些客户评价。虽然说有些客户评价他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生成一下。给 GPT 提示语是这样，帮我写8个客户对我们帐篷的一个评价。评价内容需要一个正面积极，那需要包含评价人的一个名字，还有他的一个职位。这里的话已经生成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改一下。所以首先我们来改一下上面的话，改成一个，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比如说客户资深，好，差不多了。那下面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里面这个头像，同样的话我们可以用 AI 帮我们生成一下这下面的这些人，你不要和之前的话重复了，你可以重新换几个人进来，把他们头像的话都给改一改。下面是他们的一些评语。那我们可以来复制一下，这里点击这个笔，把它改一下。这个是他的一个名字，那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王先生什么度假锦鲤酒店，我们可以来改一下。这是个男的，我们就改成一个王先生。好，他是给了几颗星都可以选，那这里可以改成4啊，改成3啊都可以。最好的话我们就改成5颗星。中间这个美女的话，我们也来改一下她，比如说李女士什么企业活动策划。你这个笔我们来更改一下，现在改一下它的名字，直接改一下，你点到哪个地方它就会改哪里。后面的话是它的一个评语，这样的可以以此类推，把我们后面的去的话，全部的话都可以改一下。好，这里设置好以后的话，右边这里也可以来改一下。那我说还需要一个客户评价的一个板块，我叫他帮我生成一下。他们选择什么共同美好的未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改一下，点这个笔改一下，把它提交进来就可以了。它这里的话，你可以改一下，这里可以改成一个查看更多。好，差不多这一块也可以了，更新一下就行了。这下来到我们这个联系我们界面这个部分。首先我们点击这右上角，那都一样，比如说联系我们，这里可以来一个联系我们了。下面的话，你可以写上一些文字，随便复制一下我们上面的一些公司使命，把它粘贴到这个地方来。这里个标题描述粘贴一下，把它更改一下。这里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下面这个公司地址，可以改一下公司地址、联系电话，这里还有个邮箱地址。那里面的话都填上你的一些真实的信息。那右边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马上咨询。那下面的字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这个。我说你是想要了解报价设计还是其他方案呢？我们这里都会给你提供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中间这个美女的话，我们可以换一下底。点击这个选择图像，那把我们这个人物的话传进来。那如果你的图片有背景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把我们的图片的一个背景给去掉。我们比如说我上传我们的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她本来后面是有一个灰色的背景的，那用了我们这个工具以后，你看直接把背景给去掉，点击 download 下载下来就可以了。那如果你不去背景的话，你上传进来的话，它就有一个灰色的一个底，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一个美女。OK。差不多已经传进来了，非常的方便。这个地方的话，也可以来更改一下你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这里有一个1000家项目成功的经验，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3000的话，我们改成一个2000 2K 都可以。这个字的话，我们可以来改一下，改成一个项目完成经验服务多少客户，我们这里可以写。同样点击这个笔，服务客户数比如说服务了20万家客户数。获得了多少个专利，我们也可以改一下，比如说获得了10项的一个外观专利。OK， 这里的话99%的一个客户满意度这些的话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写。这下面的话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博客，点一下这里可以更改一下我们的博客，这上面字的可以改不一样的。点击一个博客，后面的话可以改成一个，比如说行业新闻。好。
下面的文字的话也可以改一下，我们可以把直接文字加进来。说我们的博客涵盖了什么的内容下面是博客。等一下的话，我会在后面怎么样教大家写博客。写好博客以后的话，它的文章呢会自动跳转到这个地方来直接调用就可以了。全部设好以后我们继续往下面走这里有个订阅这个的话我们不需要，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删掉就可以了直接点击一个更新。更新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我们点击这个眼睛，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我们整个首页的一个效果。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话我们的首页的话大概的话已经设计出来了，感觉还是非常的漂亮。你看这里非常的漂亮专业，我们的一个团队客户之声联系我们等等这一些数字，你看它还会滚动行业新闻等等我们完成了一大部分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顶部，我们顶部的话那些导航栏还没有，我们要设置成顶部有这种导航栏的，现在还没有。我教大家怎么样来设置，因为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我们来到我们的首页，把后面的全部删掉这个就是你的一个首页。来到首页以后呢，我们点击这个左上角这个 W同样可以进入我们的后台。进入后台以后，我们点击左边这个 Elementor Kit 点一下。第一次进来的话，需要完成一些初始化的设置，这个很简单的，上面你不用动它，直接点击一个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好，这里点击一个下一步，直接点击下一步，下一步完成就可以了。点了而已完成设置后，完成以后的话，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一个 header 和 footer， 我们点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建一个我们顶部的一个菜单栏。首先我们点击这个顶部的一个菜单栏，点一下它，这里有个增加，增加的话就可以设一下名字，我的顶部吧，你设一下，到时候方便你自己记。这里我们选择这个 header， 这里的话选择一个全部的一个网站，这不用改 ，off 打开，这里选择一个编辑。来到这个页面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的一个文件的话传进来。首先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这个模板文件解压出来，我们点击右键。你可以把它解压到当前文件夹，解压以后的话，我们打开它这里有个 KP 模板，点击一下它，这里面有我们的 header、footer， 还有我们联系的一些结实文件，那我们需要来调用一下。那我们点击这个加号，点加号以后的话，这里有个上传，点击一下它。我们首先需要把我们顶部的一个结实文件传进来，点击选择文件，把我们刚才这个解压出来的文件点开它，然后选择 KP 这个，那这里我们选择一个顶部 header。点结实，好，这时候它会把我们的顶部模块的话给点进来，这里直接点击一个插入就可以了，点击一个应用，好，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支笔，我们点一下它，因为上面你是不是什么都没看到？点一下这个笔，我这里选一下，如果这个的话你看不到，你就选另外一个，你看它就会出现，对吧？如果你第一个的已经显示了，你就不用更改了。这上面设置好以后的话，这里我们可以更改一下这个 logo， 点一下这个笔。logo 的话，我们可以这里选择一个图像，把你的一个 logo 的话传进来。我们点击这个上传文件，把你公司的一个 logo 的话传进来。那没有 logo 的话，你可以先去做一个 logo。这里 logo 的话，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连接的一个位置，所以就连接到我们的首页。好，把这个链接的话更改一下，点击这个设置，在新窗口打开，好，更新一下就可以了。右边这里是我们社交媒体的一些链接，我们可以点一下这笔。比如说你改成你的油管的一个链接，你点一下它，这里的话你可以把你油管首页的一个地址我复制一下，那回到这里我把我的一个链接粘贴进来，一旦有人点了这个，它以后它就会跳转到我的一个油管的一个首页。后面的话这里可以点一下，这可以改成一个获取报价这个的有些访客他需要报价，需要点一下这个可以获取报价以后呢，它会跳转到比如说我们的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我们直接设置联系我的页面，点一下保存。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页面的话，它是一个英文的，那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把它改成一个中文的就可以了。全部改好以后，我们回到我们的首页，把后面删掉，只留下前面的一个我们首页的一个地址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顶部是不是现在已经有这种导航栏了，但是它显示的是一个英文，那我们需要把它改成一个中文，来教大家改一下。点击这个 W， 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这里有个页面，所有页面。那我们的页面的名字的话，差不多就在这里面的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2个，比如说不好听，有2个，这个页面有。那我们再点一个查看，再点击一个博客。那为什么它会有2个呢？因为有一个它是我们的一个顶部的一个
信息，来给大家看一下，同时对比一下。一个的话它只有我们顶部，一个的话是有顶部加底部，我们不要把它删掉，让它保留在这里面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名字，比如说这里是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咱们直接把它改成我们中文就可以了。改好以后点击一个更新，那下面的话以此类推，那都是一样的。点击这个快速编辑，点击一个改成一个关于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点到首页来看一下，是不是现在的话它就变成一个关于我们了？下面的方法都是一样，我们把下面的所有信息都改一下，等一下它就会变成一个中文，联系我们。好，这里的话我们全部已经改好了。我们来我们的首页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是不是有了？它下面的话还有一些2级菜单，我们上面的话我们可以来调整一下它的位置，还有你想要显示的一个内容。怎么样改呢？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外观，外观的话这里有个菜单，那我们点一下它。点了菜单以后的话，我们这里选择这里一个，因为我们刚才调用的是这个菜单，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这些菜单，这下面这些东西的话不要的话，我们可以先把它删除。关于我们留下这个页面的话，我们不需产品展示，我们可以把它拖出来，拖到前面来。工程案例也可以拖出来，这个页面的话就可以不要了，直接点击一个移除。这个页面也不需要把它移除，这里有个博客可以留下，但是里面这个不要了，点击移除。还有一个联系我们。首页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因为我们点我们的 logo 它会自动展示。大概的话就有这些，关于我们产品展示、工程案例、博客还有联系我们，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我们首页来看一下，可以看是不是这个时候它已经出现了，点击联系我们，那它就会跳转到联系我们页面。点击产品展示，它就会来到我们的一个产品展示页面。当然这些页面的话我们还没有设置，接下来的话有空会教大家怎么样来设置我们的这些单个页面。那现在我们点击这个回到我们的首页，我们拉到最底部来看。现在的话我们底部的话什么东西没有，我们需要加一些底部的一个信息。底部的信息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需要把它加进来。不过我们加我们的首页的一个信息的，它的原理的话是一模一样的，还是点击我们这边有一个elements kit， 就是这个 elements kit， 然后同样点击这个顶部或底部，我们点一下它。这次的话我们底部选了底部以后的话，只点击这个增加一个新，这里可以我的底部你自己设个名字，方便你自己记，但它前台不会显示这几个字。这次我们选择一个底部，这个打开，这下面这个编辑内容，同样的和我们刚才顶部一样，点击这个中间这个文件夹，这里点击一个上传，这里选择文件，把我们的一个底部的文件传进来，还是刚才我们的文件夹 KP 在里面。这次我们选择这个 footer.js 这个 footer 点击一个应用。我们看到我们底部的话就已经被插入进来了。那我们可以编辑一下里面的一些信息。左边的 logo 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我们自己的，选择图像，把我们自己的 logo 的话传进来。还有这些公司介绍的话，我们可以同样用我们之前的一些公司介绍复制过来就可以了。下面的一些关于我们这里可以改一下，比如说这里面改成一个公司介绍。下面的话这里有个，比如说关于我们，你可以改一下。关于我们它的链接跳转到哪个页面你都可以设置一下。有关于我们就跳转到这个关于我们的页面，我们点一下关于我们，复制一下它这个链接过来的话，把它粘贴进来就可以了。第二个的话，你也可以设置一下它的第二个信息，比如说你也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你可以改成一个所有产品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最新文章，都可以改，反正里面的东西都可以改。改了以后的话，你记得把这个链接加一下，跳转到对应的一个页面就可以了。这里有一个支持，可以改成一个客户支持。第一个的话，你可以改成一个，比如说帮助中心。第二个的话就是联系我们。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常见问题，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那后面的如果你不需要，直接点这个叉，把它删掉就可以了。前面这个也是。如果最后一个没有，直接点叉把它删掉就可以了。那后面这里同样的，你有个联系方式。这里的话可以改一下相关的信息，比如说改成一个欢迎随时联系我们。下面的你的地址电话等等，改好以后点一下这个更新。这样的话，我们底部的话就已经做好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这个眼睛呢，也可以直接来预览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底部，把后面这些删掉，只要前面的网址。我们来看一下整个首页的一个底部的一个效果。拉到最底部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了。这里还有一个版权信息，我们也可以改一下。点击这个地方版权信息，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的。
说改成2022，可以改就可以了。改好以后点击左下角这个更新一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底部的话就已经做好了。做好以后，我们可以关闭这个页面，来到我们的首页。大概看一下，大概已经可以拉到最底部这里已经有了。好，我们的首页制作好以后，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我们来编辑一下我们关于我们的页面。那里面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改掉。那怎么做呢？我们同样的来点击 Use 的顶部这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个编辑。那首先我们可以更改一下这个里面的话也很简单，只要之前的你会改了，这里面的话都非常简单。关于我们可以更改一下。那这个左边这个我们可以改成一个关于我们。后面的背景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背景的话，我们先把这个导航器左下角这个点一下，这个点一下顶部这个，再点击一下样式。样式里面我们就可以来更改里面的一个图片。那我们可以改成一些公司的一些信息、产品，那都没有问题。比如说改成这张，那这样的话它就被加载进来了。要点击一下左下角更新。下面的信息的话也非常简单，这里点个这个笔。可以改一下，比如说关于我们这里的一个简介，后面的话你可以改一下，说中国10大棚房品牌，好，后面的字你可以改一下。下面的一些公司介绍的话都一样，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 GPT， 把我们的之前的话写的一些公司介绍的话全部可以加进来，随便复制一些吧。这里面的字可以改一下，那后面的话也可以改一下。这些文案的话，我们都可以用 GPT 来帮我们生成。下面的这些信息，那我们都可以来改一下，比如说叫做什么多样化产品线，改一下它。你下面的文字的可以更改一下。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环保可持续，同样改一下它的一个，点一下这个笔，直接可以加进来就可以了。第三个的话，我们来可以改一个全球服务网络，我们的一个帐篷可以迈向全世界。这个区域的话我们就差不多改好了。那下面的图片同样我们可以改，点击一下这笔，那我们可以选择一张图片，把我们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图片信息的话可以加进来。比如说我选的这一张，可以看到是吧？加进来了，非常漂亮。那右边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加个视频，可以我们加一个我们官方的一个视频。我在视频上，比如说这是我的油管账号，复制一下链接，复制链接以后再回到我们 Elementor， 把这个链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再一点，你可以看到它跳转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视频，那油管的一个视频。下面的话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团队，和我们刚才首页的设置方法是一样的。我们的团队前面点一下它以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改一下团队，后面的话改成一个成员。下面是你的一个团队的一个介绍。之前的话我们团队介绍的话，你可以用 GPT 帮你写一下，这里有个标题描述，同样粘贴进来。那我们的使命是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品质的一个棚房与解决方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下面同样的是我们的一些员工，那一些设计总监比如说客户经理之类的。比如说我把美女换一下，换成刚才我们用 AI 生成好的一些图片。方法和都一样，点一下这个笔都可以直接把里面这些全部给换掉。只要你会了之前的了，现在改至了后面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它的名字的话，你点一下这个笔，那就可以更改；它的职位点一下这个笔，那也可以更改，那非常的简单。全部改好以后的话，记得点一下这个更新。这样的话，我们关于我们的页面就做好了。可以点击这个倒三角，我们来看一下，非常好，非常好看，非常专业的一个页面。顶部的话是我们用 AI 生成的一个背景图。这里的话点击视频，那它会播放我们自己的一个视频。点击这个大侧角可以回来。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后面的删掉，只要我们首页的一个网址。我们来更改我们的下一个页面，叫做我们的产品展示的一个页面。产品展示页面里面可以展示我们提供的一些产品。同样我们使用顶部这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下编辑。来到这个页面，首先同样的先更改一下这个我们提供的产品。好，后面的背景的话同样我们改一下，点击这个导航器，点击顶部这个 Inner Banner， 点一下它。如果我们不用导航器，我们点不准它，点击这个样式来更改一下这个图片，随便选一个选择。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照片显示出来了。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下它展示的一个方式，自动覆盖都可以。
点击这个叉，把右边导航器关掉。那下面的话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那你提供哪些？那你可以在这里面，比如说你是卖帐篷的，那你可以在帐篷里面把你的一些信息的话给加进来。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些。那回到这个页面，粘贴一下。那这里面你销售些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就可以复制进来用一下，放在一个单独页面。比如说我提供一个微型棚房，那点一下这个笔，把这个改一下就可以了。以此类推，把我们后面的话全部改掉。这样的话，把我们提供的一些产品的话全部加进来。上面的图标的话，你可以点一下这个笔，那你可以更改一下这个图标都没有问题。当然的话，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上传，然后上传你本地一个图标都可以，选好以后直接插入，它就可以更改过来。那下面的话，同样可以更改一下联系的一些方式，电话呀等等的。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改一下咨询电话，那下面的话，你把你电话改成你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随便写一个。那后面的话，这里都一样的，和之前的话，和我们做首页的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单词你可以改成一个联系我们，好，差不多就可以了。联系我们，你可以点一下这个笔，让它跳转一下，跳转到我们的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同样这里有个联系我们的页面，点它跳一下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来到我们首页，点击联系我们的页面了，复制一下上面的一个网址，粘贴进来啊，也可以，都是一样的。点击这个设置，这个在新装后打开。保存一下。那下面可以来一个我们的一个生产流程，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先把这个改一下，改成一个生产流程。那生产流程的话，那下面的话可以改一下。第一个的话可以改成一个生产，后面的话我改成一个流程介绍。好，可以。下面的话可以对你的这个简单介绍一下，点一下左边这个标题描述。那如果你不懂的话，我们可以来问一下 GPT 啊。你每个行业的话，你都可以来问一下。比如说棚房的生产流程呢，需要详细的说明步骤。那第一步的话，比如说就是设计规划，可以复制一下它。那回到我们这里，第一步这个里面的文字，我们可以来改一下设计规划。那里面的话，填上我们的一个文字的信息第一个就是差了。第二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材料的一个采购直接改一下一样的。点一下里面这个笔后面把它相关的一些信息的话，同样的像我们之前一样把它填进来就可以了。标题描述，后面很多步你都可以改一下，反正方法都是一样的。包装装印，比如说第三步，包装装印，把后面的一个信息也同样复制过来。好，这里面呢我们简单的就设置好了。设置好以后，记得点一下这个更新，一定要点一下更新。这样的话，我们的提供产品这个页面的话，我们也制作好了。当然这些的话都可以增加一个链接，点了这个链接以后，它就会跳转到相关的一个页面。这些页面我们还没有制作，然后后面我们可以来制作一下。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比如说点击我们的产品展示的时候，会来到我们这个页面，已经制作好了。工程的案例这个页面的话，原理的话都是一样的。我们点一下工程案例，顶部的话我们同样的。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 Elementor 进行一下编辑。那首先我们来更改一下这个字，点一下这个笔，改成一个工程案例。后面的背景也把它换掉，点击这个导航器，同样点击这个顶部 Inner Banner， 点击一个样式，把后面的话背景的话改成我们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案例的一个图片，比如说这张就点进来了，非常好看。然后下面的话这些的话我们都可以改。里面你比如说你提供了哪些工程你都可以来改一下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同样问 GPT， 我说给我一些棚房的工程的案例介绍包括具体的一个工程名称以及对应的工程介绍。比如说第一个叫做阳光度假村项目。OK， 我们来点一下它，点击这支笔，可以来更改一下里面的内容。拉到最下面这里有个图库项目。第一个的话我们来改一下，点一下它。这里的话把名字的改进来这个就改进来了。把里面的一个项目介绍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进来。下面拿这里有个复制，后面这个图片呢我们也可以改。你点击这个往下面拿，这里有个选择图片，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图片的话加进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图片的话就加好了。以此类推，那后面的话我们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设置，非常的简单方便。那点到这个以后的话，它会跳转到一个页面。那我们怎么样设置呢？可以拉到我们的一个最顶上这里有个设置的话，我们把这里有个图片可点击，这个把它关掉。关掉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再放到上面，它有一个图片放大的功能。或者说
它有一个跳转的一个链接。跳转链接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你要跳转到这个项目的一个具体介绍，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还是我们点击这个笔，拉到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是我们刚才设置第一个阳光度假村酒店的一个项目。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链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提供这个项目的一个具体的链接。那我们需要重新来建立一个页面。怎么做呢？我们来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好，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 W， 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页面，我们点击一下页面。页面的话，在下面有一个单独的这个页面，我们来点开看一下。我们有2个，我们选择我们刚才有内容的一个，对，就是这样一个单独这个产品页面，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我们怎么做呢？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复制一下这个页面，点击这个复制。原为的话，我们以后的话可以让它作为一个模板，我们可以在上面可以增加很多类似的一个页面。这里的话我们已经复制好了，点击这里有一个编辑，编辑的话我们可以复制一下上边的名字，比如说阳光房度假村项目。好，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名字。这里点击一个发布，发布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里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下编辑。这里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单独这个项目的页面。那顶部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名字，比如说阳光海岸度假村项目介绍。好，差不多就可以了。上面的话可以更改一下我们的一个名字。好，这里的话我可以叫它具体帮我详细写一下，比如说阳光度假项目，帮我详细写下具体的细节。OK， 发送给他。对，这项目名称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里我们更改一下，比如项目名称阳光房度假村。这张图片我们可以换成我们真实的一个案例的一个图片。比如说我换成这张图片，下面的话文字信息你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具体的介绍，项目一个概述，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改一改。这个项目的一些介绍，我们也可以写一写，比如说项目别墅设计。好，然后的话把它具体的内容，每个帐篷间隔进行设计，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还有下面是它的一些特色亮点啊，还有等等。下面这些图片的话，都可以进行更改，也可以改一下。当然，这个图片你也可以移动位置，也可以增加在相册里面来调用几个也可以。所以我把这个调到前面来，把这个删掉，然后插入相册。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它就会被加进来。后面的话我要一样的，也可以把后面2个删掉，再来加一个，比如说这个 ，OK， 插入相册。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那右边的话，你还可以设置一下你这个项目的一个视频，比如说这个是我项目的一个视频，可以复制一下它，复制一个链接的一个地址，把这个链接的话改到这里来。我再来点一下，你看这里。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视频，这些还有一些细节你可以改，比如说舒适设置的一个设备，你可以改一下。里面的话可以改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第二个还可以改，比如说个性化服务。那我们也可以改，方法都是一样的，非常简单。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重复性的一个细致的一个工作大家的话可以稍微耐心一点，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这里有个下载的这个区，我觉得没必要，我们可以把它删掉。这里的话还有一个其他项目，我们可以来改一下其他项目。好，下面的话可以改成你一些项目的一个名称，比如说第一个项目是什么，还有比如说探险之旅露营房这个项目，我们可以把它加进来。还有说，比如说绿色企业展示活动项目可以改进的。你还可以给它加上链接，它又会进行一个跳转比如说你有这么多项目，你又可以来做。还有一个星空婚礼户外婚礼项目，以此类推。那下面的话你都可以全部做好，做好以后的话发布一下更新就可以了。那更新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眼睛的话预览一下效果。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具体介绍。那如果你有很多项目，那你都可以每个项目单独做一个。回到我们的后台，那回到我们的一个页面，这里有个，比如说这个阳光房海岸度假项目，我们可以点击查看，复制一下它的一个链接。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地方，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链接。这个地方点一下这个笔，来到这里，把这个链接粘贴进来，点击这个链接选项，在新窗口打开，更新一下。来预览一下效果，工程案例。比如说有人点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以后，点一下这个链接它就会跳转到我们对应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具体介绍。你可以对你的项目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一旦有人
了解你这个项目，他也想做啊，他就可以联系你。那后面的话都一样，那大家可以去设置一下，那都非常简单。那下面这个订阅的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把它去掉，点击一个更新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联系我们的页面的话，我们来改一下，同样使用这个 Elementor 进行一个编辑，方法一样，点击这个更改一下，联系我们。下面的话一个再改成一个联系，后面的话改成一个我们。下面的话你可以写上一些信息，可以回到我们首页。我们刚才首页的话好像做过这个页面，那我们直接的话就可以来复制一下它，来改一下这个链接，这个链接我们来更改一下。那这里有个标题的描述，好，粘贴进来，这样的话就可以了。下面的信息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地址，联系地址，那你这里可以改一下。下面的话可以填上你的一个具体地址。那后面的话，这就是一个24小时服务热线，你可以改成这个，马上联系我们，大概就这样子。那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邮箱，那后面这里有个联系的一个邮箱，那后面的话还有一个工作时间，你都可以来改一下你的一个工作时间。设好以后，我们再往下面走。同样的话，这张照片我们可以换掉，点击这个笔，来选择图像，可以把我们刚才的一个美女图片的话可以传进来，这就是我们那个美女图像。左边的话你可以改一下，这里改成一个在线客服吧。下面的话可以打上我们的一个字，比如说无论你有任何问题、建议、合作建议都可以联系我们。这里有一个马上联系，好，马上联系以后到这里你可以加个链接，比如说可以跳转到我们的一个联系的一个页面，好，它就会自动跳转。后面的话也可以改一下，在后面的字，现在与我们联系，好，这里的话就可以更改一下在后面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点一下这里，我们点一下这里有个框，大家看没有？这里有个点一下它会出来，我们把我们联系的表单的话加进来，点一下这里就会有。这里左边点击这个编辑这个表单，这里点击一个新增，新增的话我们点击一个联系表单 ，OK， 我们选择第一个，创建一个空白的，然后这里点击一个编辑表单。编辑表单要同样把我们刚才的一个模板里面那个文件传进来。我教大家传哪一个，点击这个增加，点击这个按钮上传，点击右上角这个上传，选择文件。那这里的话还是来到我们这个文件夹里面，点击 KP 模板。这次的话我们选择这个联系表单，那我们选择这个名字最长的这个。它有两个，有一个是我们首页的，这里不要传错了。我们这次选这个，选择这个最长的这个名字，点一下它。这次点击这个插入，点击应用，这个联系表单就有了。我们需要改一下它这个文字，因为它是英文，我们改成一个中文。点一下它，这里的话就是一个，你可以改一下。后面的话你可以设一下邮箱，这里的话你可以改成一个手机号，这里的话可以改成一个，这里改成一个微信，那你都可以，你让他留个微信号也可以。下面改成一个信息，比如说，请告诉我们你的需求，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全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改成一个中文，这里改成一个提交，这里的话全部改好了，点击一个更新和关闭。这边的话我们这里就已经设置好了，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效果，点击一下更新，更新以后的话我们来点击一下预览效果。效果的话再拉到这里，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比如说填上我们的一些信息，这里填上你的需求，你好，我想要买同房，大概就是这样子，提交一下。这样的话信息就提交以后我们在哪里看呢？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一个 Elementor 以后台，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 W，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Meet Form， 就这个，点一下它。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设置一下就可以了，直接点击下面这个下一步，这里下一步完成就可以了。以后的话我们再点一下，它这里有个表单数据，刚才我们提交的信息的话就会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来看这是我们刚才提交的一个信息。那如果有访客提交信息以后的都会显示在这里面。同样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首页，这里的话也是需要填一个表单信息，现在是空的，我们可以来加一下，点击这个地方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下编辑，同样方法一模一样。我们拉到这下面来，在表单位置，同样我们点一下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长方形的框，点击这个编辑模板，选择这个新增，选择第一个表单，你取个名字吧，这里点击一个编辑表单。同样需要把我们的 GS 文件传进来，和我们刚才那个页面做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点击中间这个文件夹，点击这个上传，选择文件。那我们选择这个文件了，不要有带2这个选择它，点击一个插入，点击应用。方法和刚才一模一样，我们需要把里面的一个英文的话改成一个中文就可以了。对，改成一个邮箱，改成一个手机号、微信啊等等等等的，下面就是它的一些信息，那都可以。好，点击一下更新，这里面全部都改成一个中文了。那点击一个更新保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是不是表单的话就已经弄进来了，非常简单。加进来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更新按钮这里的话提交该更改一下，点击这个编辑，点击这个表单编辑表单。这个提交刚才我忘记改了，这里改成一个中文提交，这里点击一个更新。好，大家可以这次变成一个提交了，点击一下更新，可以来看一下效果，点一下让它收过去。这个页面是不是做得出来了？非常非常漂亮，而且非常的专业，看起来整个页面。那我们的所有页面的话已经制作好了，我们的一个关于我们页面，我们的一个产品展示页面，还有我们的工程页面的全部都制作好以后的话，那上面的我们的所有页面制作好以后的话，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来写文章了，这些页面都有了。那这里还有一个地址，我们还可以来设置一下。点击这笔的话，你可以直接打上，比如说中国广州市直接打上一个字就可以了。它会帮你显示出具体的地方。缩放你可以让它拖近一点都可以。你看我这里比较近了，已经广州了。高度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调一下，调好以后点击一个更新就可以了。那我们公司的地址的话就会显示到这里，那感觉就非常的专业了。上面联系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地址。现在我们的所有页面制作好以后，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来到我们的一个博客页面。那我们也需要来写一些博客。现在我们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我们可以自己来写一下。点击这个 W 以后，我们这里可以点击文章，这里有个所有文章。它里面默认的话帮我们写了一些文章，那你可以把它删掉，因为这些文章的话不是我们要的一个内容。那你可以留下一些，也可以删掉一些，那都没有问题。把这些的话全部删掉，选择好以后，这里有个移到回收站，点击一个应用。那我留一个的话，因为我用来当做我的一个模板。那我们直接复制一下它，这里有个复制。复制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编辑。编辑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写我们的文章。写文章不会写没有关系，我们交给 AI 来帮我们写。那回到 GPT 来写一下，帮我写一篇关于 GPT 提示语是帮我写一篇关于棚房的一个文章。那它写的速度的话是非常非常快。那我们只需要复制一下它。那这是我们的标题，复制一下，然后来到我们这个页面，粘贴一下就可以了。右上角的话，这里可以点击发布。右边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分类，比如说我这里可以新增一个分类，这里的话我可以设置一个探寻分类新增一个分类就可以了。这里面你要分到哪些类的分一下就可以了。分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里的话，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图片的一个封面图。我们点击这个替换，替换的话，我们可以加一个封面图进来，比如说这个是封面图设置为特色的一个图片，点击一个发布。发布好的话，里面的话我们要加内容，加内容怎么加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个编辑，编辑以后的话，上面的这张图片我们可以改一下。点击这个导航器板块这里，我们点一下它。那这里有个样式，样式的话我们来更改一下，选择一张图片，把上面的一个改一下，好，我们在上面就可以了。融合舒适与自然的理想之所，上面放一个自然，在上面这个名字，那就是我们的一个作者的一个名字。那你可以显示，那也可以不显示。那下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发布的一个时间。那下面的话，这里的话是我们一个封面图。那这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更改一下。刚才用 GPT 的话帮我们生成好了一些，我们直接可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更改一下里面的一个内容。这上面的是我们的一个标题，你可以改一下，比如说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点一下它，把它加进来。下面的话可以更改一下这张图片。可以换一个这就是换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照片进来下面的话你也可以来写一些文字，这里写一些文字在下面的话你又可以比如说加个这个点，加个标题拖进来，拖到这个位置。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比如说标题5就可以了。把我们第二个也舒适与自然的一个居住体验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来，再回到这边，再把我们相关的文章的话拖进来，
再点一下它 ，OK， 拖进来。下面的话你还可以加图片，怎么加呢？加这个9个点，拖一个图片这个进来。下面的话你又还可以加一张照片，比如说我加这张。OK， 我们这个图片的话也加进来了，是吧？非常非常简单，写文章也很简单。右边这里我们可以改一下右边显示的，比如说这个是最新文章，可以改一下。这里的话有个分类，我们可以改成中文分类。下面的话有个订阅，我们这个你要可以要留下也没有问题，直接点击一个发布就可以了。这里有个更新更新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我们这篇文章，点击这个眼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就是写好的一篇文章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专业，对吧？下面的话可以发表一个评论写文章这个真的非常重要。那一旦我们的文章被 Google 收录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免费的一个流量。所以说这个文章的话，我们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你写文章的时候，可以写一些跟你产品相关的一些文章。那别人收进来的话，都是对你产品感兴趣的人，这样的精准度会高很多。那我们可以点击这3个点来点击一个退出。那我们可以先退出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同样的话，如果你还想写下一篇文章方法很简单，直接的复制一下这个模板就可以了。点击这个复制。同样的话，点击这里有个使用这里 Elementor 进行一个编辑，或者先点击这个编辑。我叫 GPT 的话，比如说再帮我写一篇同仿这里比如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理想居所，我把那个标题复制进来。右边的话，同样选择一下我们的一个分类，当然这里可以新增分类，更改一下我们的一个封面图，我们可以改一张，改成这张吧，比如说这张也可以改成这张。OK， 设置为特色图片，点击一个发布同时我们这里可以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下编辑。后面的背景的话，这次我们也可以改一下，点击这个导航器，点击这个板块，把这个后面的背景的话，每一个的话我们都可以更改一下，改成这个 OK， 这样就差不多了。下面的话你同样的改一下文字那些图片都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想要加什么东西，左边的话你往右边拖就可以了，拖进来就可以了，里面的就可以加文章。写好以后，同样点击这个更新。这时候我们把后面删掉，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首页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写文章了，我们拉到最底部，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我们刚才写好的文章，是不是已经展示出来了？这是写2篇文章，我们点开一下，它会跳转到这个文章的页面看起来非常的专业，非常的舒服，漂亮。我可以点击我们这个博客页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的话，这里些信息的话我们都可以改很简单。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点一下它，点了它以后的话，这里这张图片同样我们可以改，点击这个导航器，点击这个顶部这里，我们把最顶上这张照片的话先给换掉，换成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效果这个的效果右边的话这里有个所谓的一个关于创始人，那里面的照片的话你可以换一张，换成一个创始人的一张照片，这个帅哥是我们的创始人。后面呢可以介绍一下，下面的话可以对他进行一个介绍，帮我写一个公司创始人的介绍 OK， 发送给 GPT， 叫 GPT 的话帮我们写一个 OK， 复制一下。那有了 AI 的帮助的话，我们做这些的话真的非常的快，2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非常专业的网站。下面的话有一些推特账号的一个链接，比如说你的一个油管的一个账号，那你可以直接加。这里可以新增项目，这里的话你可以点一下这个笔，也可以把你想要的一个链接的话加进来，就可以点一下它，把你对应的一个链接加在里面就可以了。这些的话都很简单。下面的话这里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官方的一些，比如说 Facebook 账号、推特账号都可以点一下这个笔，同样的话都可以进行，左边的话都可以进行一个编辑，就是 Facebook 或者你推特都可以，方法刚才一样，点一下它，这里输入你 Facebook 的一个链接都很简单。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笔，我们可以显示一下你要不要显示，比如说这个封面图你要不要显示，还是显示出来好看一些。这里有个 Metadata， 可以点一下它，把上面这个字给去掉。这里有个阅读更多，那我们可以点一下它，这里可以改一下阅读全文 OK 这样的话差不多就设置好了这个页面的话也很简单，上面的话这里改一下，改成一个博客，全部设好以后点一下这个更新 OK， 我们这个博客页面就做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删掉后面，这时候我们再点击我们这个博客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页面的话，有我们创始人关于他介绍、最近文章，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链接。那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一下它啊，就会跳转到我们的一个文章的页面。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写好的一些文章，非常非常的好。点击这个 logo 的话，会回到我们的一个首页。那现在我们的一个 PC 端做好了，但是现在很多流量它其实是来源于我们手机端。那手机端我们怎么做呢？同样我们点击这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下编辑。我们来到这里有一个响应模式，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平板电脑端上面显示的效果，可以往下面拉啊，看一下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没有问题。那再看一下手机端，手机端的话，其实它自适应的话也非常非常的好了，那也没有问题，都不用去改它啊，非常显示的非常的自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板上面，这里有个点击这个汉堡包这个图片，这里看到这个 logo 的话，现在的话还是别人的 logo， 我们需要把它改一下。那我们怎么改呢？首先回到我们的一个首页，顶部这里有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这里有个我的顶部，点一下它，就可以来编辑一下我们顶部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我们 logo 这是在最顶部，然后我们点一下最上面这个几个标，那我们点击这个，同样我们点击这个响应模式，换到一个我们的一个平板电脑端，点击这个 logo， 点击这个笔，点一下它，点一下这个，点一下平板电脑，点击右边这个笔，点一下，这里有一个移动端的一个菜单设置。这次的话，我们把我们的 logo 的话传进来。这次的话，我们需要传一个黑底的一个 logo， 因为那个页面的一个背景色是白色的，把黑底的一个 logo 传进来，点击一个选择。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logo 的话的颜色就可以变了。大家看到这里已经变了，点击一下更新。好，我们在这个页面刷新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的话，我们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右键，这里有一个检测，点一下它。检测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个点击这个按钮，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手机端的一个效果，点一下它，按钮往下面拉就是你手机端的一个效果。点击这个按钮，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们手机端展示的一个效果，你直接就可以在电脑上看到手机端的一个展示效果。那这里的话，你也可以看到你在不同的一个，比如说就是 iPad mini 上面展示的一个效果。我们直接在电脑上就可以预览手机端的一个效果。点击这个汉堡包。这个图标同样可以展示我们的一个导航栏，可以非常的方便。点击这个叉可以关掉，回到我们的电脑端的一个预览的一个页面。然后还是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首页，首页的话，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样更改我们这个全局的一个颜色。那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字的颜色是一个紫色，是一个橘色，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任何你想改的一个颜色。你不用单独一个一个改，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一个全局的一个颜色的一个设置。那怎么弄呢？我们点击，比如说这3个横杠左上角，这里有个站点设置，站点设置这里有个全局颜色，全局颜色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紫色，我们的一个主色调。我们这个文字的一个颜色，我们可以更改一下，点一下它，比如说我改成一个蓝色的，可以改成这个颜色蓝色。后面的话我也把它改成这个颜色，复制一下它，点一下这里，同样把我这个颜色代码粘贴进来。点击一个更新，更新以后的话，我们的首页来刷新一下，它就会变成一个对应的一个颜色。你看，现在的话就变成了一个蓝色，是吧？你的品牌是什么颜色，你就可以用这个的话，帮你改成一个对应的一个颜色。那我觉得橘色的可能看起来更舒服，那这个改成蓝色以后也没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产品展示页面，这里的话所有的话，它的颜色的话都会跟着对应的进行一个更改。工程案例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下面你看这些颜色的话都已经改了，我们还可以改一个东西，就点击这个返回，这里有一个图标站点标识，看到没？电子标识，站点标识就像我们油管的顶部，这里是一个油管的一个 logo 小 logo， 我们自己的网站首页可以改，这里有一个网站的一个小标，点一下这个，你可以把小标的话传进来，比如说我用一个帐篷，就这张，点击一个更新，我们再来我们的首页的话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这里上面，它现在就变成我们的一张图片了，非常非常的简单方便。那现在我们的首页，我们的关于页面、产品页面、联系我们页面，所有的页面的话，都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完美了，非常 nice。相比较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页面的话，那我们要比它的页面的话要好看非常非常多，而且的话感觉也会专业，也会专业很多。整个页面看起来非常的大气简洁，非常的简单简洁。好，现在我们的网站已经全部搭建好了。
但是还少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邮件系统。当有访客、有买家进入我们的网站以后的话，我们会弹出一个，我们来设置一个邮件营销系统，我们来设置一个邮件营销系统窗口，让买家的话留下他的一个电子邮件方便联系。那在国外的话，如果你做外贸网站的话，邮件营销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利用起来。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打开这个网站叫做 Omnisend 的话，它是一个邮件营销系统。那这个系统的话，相比其他系统的话，它会更简单很多，它里面已经内置好了很多流程，那我们直接来调用就可以了。首先我们打开这个网站以后，我们点击这个地方有个免费开始，让我们来免费注册一个账号。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些个人的一些信息，那这里的话可以填上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名字，可以填上你的一个网站的一个网址，我们把我们网址复制过来。那这里问你的之前的话用的什么邮件营销系统，那这里你可以不填。他这里问你用的什么网站程序，我们选这个 WordPress， 这里点击一个继续，这里选择你的一个国家城市地址等等我都把它填进来。如果你选的美国的话，需要一个地址，需要一个详细的信息。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在百度来找一个美国地址生成器，来随机生成一些地址。生成好以后呢，我们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那个州全名就是这个 A 开头的，我们这个城市这里复制一下，详细地址的话这里都有，它上面的话都会帮我们生成好。再填入一个邮编，这里选择一个继续。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邮件的话，这样我们的 Omnis 的话就已经注册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点击这个按钮连接到我们的一个网站，我们点击一下它。这上面的话 Omnis 的话，它可以连接我们的 Shopify、Wix 之类很多程序都可以直接连。当然我们的 WordPress 网站也可以，因为我们刚才建的是 WordPress 网站，我们点击左下角这一步的话，来到这里我们需要安装这个 Omnis 的这个插件。那我们直接点击一下，我们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点击这个 W， 点 W 这里我们选择一个插件，这里点击增加一个插件，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网站里面把这个邮件营销的一个插件装进来，这里直接搜索一个 Omnisend， 好，这个就是第一个，那直接点一个立即安装。好，这边的话有一串这个 API 的 key， 我们先复制一下，等一下我们这边装好了的话把它填进去就可以了。这里点击一个启用，启用的话，启用以后这里我还是点击这个插件，这里点击已安装的插件，这里的话我们选择 Omnisend 的这个，点击这个点击这里的 Go to Omnisend， 点一下它，这里我们点击这个连接到我们的 Omnisend， 点一下它。好，现在把我们刚才这个 API 的 key复制一下它，直接粘贴到这里面了就可以了，点击一个连接。好，这样的话我们这里就已经连接好了，回到我们的 Omnisend 的后台，点击一下检测这个 API 链接，这里正在创建我们的一个账号。好，现在这里来到我们的这个后台，这上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logo， 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些字体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我们的网上这里是蓝色，那这里的话它已经帮我们把这个颜色直接把我们的主色调的话直接都已经帮我们设置好了，这些字的颜色的话你都可以更改，你想改成什么颜色那都没有问题，黑色的话也是可以的，想怎么改都可以。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概一个样式，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字体，下面的话还可以加上我们的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链接，这个社交媒体链接以后的话它就会出现在我们的一个邮件营销里面，这里可以点击增加，这里选择一下，比如说你是 TikTok 你选 TikTok， 你是 YouTube 的话你就选一个 YouTube， 我们把我们油管的一个地址复制过来，粘贴到这个地方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链接你看这里就已经加好了，有人点到这个他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账号，设好以后点击这个品牌资产。好，现在的话我们来设置我们的第一个邮件，第一个邮件就是当访客进入我们这个网站以后，如果他浏览了5秒钟，然后我们会自动弹出一个窗口，可以提醒他订阅我们的邮件列表。我们来试一下，这里的话我们选择第一个这个，就是欢迎一个新订阅者，点击这个创建，这里创建以后的话我们这里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的话它还可以进行一个短信的一个营销，当然我们今天做的是邮件营销，我们选择这个邮件，这里点击一个开始。好，这里的话点击右下角显示我的一个工作流程，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欢迎邮件，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好，它这里面有一些工作流程的话，已经帮我们设定好了。当这个订阅者输入他的一个，当访客输入他的一个邮件注册好我们的网站以后，等1分钟，这里设置了，我们就给他发送一个欢迎的一个邮件。欢迎邮件长什么样呢？我们这边右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个编辑内容，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内容的话就是这个样子。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更改它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感谢你注册我们的一个邮件列表，大概就是这样。这里可以点击这里，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的话，这个不用管它，系统的话它会自动的让它跳到我们的一个网站。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邮件订阅的一个信息。当然的话，里面的所有信息你也可以自己来把它改一下也可以。怎么改呢？如果我们写第一封的邮件订阅的话，我们写的第一封邮件营销的话，我们可以用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我们打开我们的 GPT， 我给 GPT 提示是这样子的。你现在是一名拥有10年经验的邮件营销专家，我们是做帐篷棚房的仓库棚房的公司，这个可以改成你的一个行业的一个信息。访客进入我的网站以后的话，我们收集到他的电子邮件，现在我准备给他发送第一封电子邮件，请帮我写一下，就叫 GPT 帮我写。邮件内容可以询问一下访客的一个需求。这里的话就是 GPT 帮我们写的。欢迎来到我们的一个网站，尊敬的什么什么先生女士，我是来自某某公司的一个等等，你是来自哪公司你就填一下。首先衷心的感谢你访问我们的网站，作为帐篷或者这个什么领域的专家，我们致力于什么样的，为了更好的了解你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我想邀请你分享一些信息，你对帐篷的期望，对你期望在什么地方使用这些产品，你对产品有什么疑虑，这个就是我们第一封邮件先去发给他，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顾客的一个需求，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下面的所有信息的话改成你自己的一个信息就可以了。我们来到我们的 Omis 的一个后台，把我们这段文字给改一下，先把它删掉，把我们刚才这段话的话给粘贴进来。粘贴进来以后的话，上面的你可以把不需要的先把它删掉。尊敬的什么什么先生女士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是谁？你这里的话填入你自己的姓名，中间这些邮件内容的话，你可以适当的更改一下。最后的话，你可以留下你的职务公司名字联系信息等等。下面的话可以来个访问我们的网站。左边的话可以插入很多信息，你都可以在右边的话来加，还可以插入图片这些等等都可以插。总之非常简单，感兴趣的话可以多去了解一下。这里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完成，这里点击一个完成编辑。如果你是做外贸的话，你直接就把这一段的话用英文写出来就可以了。或者说国外的话，大多数的老外的话都是用的邮件列表来联系，所以如果做外贸的话，就把它改成英文就可以了。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流程。左边的话，我们还可以新增加一些流程，你想要怎么增加，你都可以往这里面拖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简单。比如说他收到第一封电子邮件后，等了一分钟，或者说等到这里可以选择等了1周，没有反应的话，你又可以给他发送下一封电子邮件，就这样子的。就以此类推，你下面的话可以给他增加很多的一个自动流程。这些的话都是全自动的运行，不需要的话点击它删掉就可以了。Omis 的话，它其实已经帮我们设计优化的非常好了。第一封邮件我们不用过多的去动它，直接点击这个关闭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个表单。什么表单？就是访客在我们的网站停留的时候，它会自动弹出一个窗口。我们来怎么设呢？点击这个表单，点了表单以后的话，这里点击这个按钮，我们来大概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表单的一个展现的一个形式。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模板，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先关掉。这里的话还是这里创建一个表单，右上角，当然我们可以先点击这个表单，这里点击一个创建一个表单。它里面的话，左边的话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模板，我们可以选一个。比如说目标的话，为了收集我们的一个订阅，访客订阅，我们直接就选择左边就可以了。如果你想促销产品的话，给它优惠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我们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为了收集它的一个邮件列表，我们选择这个。里面的话有很多模板，我们可以选一个。你喜欢哪一个的话，可以来随便选一个。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吧。选择它以后，点击使用这个模板。使用这个模板以后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它模板的一个信息。里面的文字的话，你都可以更改。你不改的话也没有关系。非常简单。这里这个模板的话，基本不用动它。
当然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更改也可以全部弄好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启用就可以了。需要加入我们的一个隐私政策的一个链接，网站的话必须要有隐私政策这个页面才可以。怎么做呢？那我回到我们的 GPT， 我说帮我写一个我的网站的，帮我写一个我网站的一个隐私政策页面。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 W， 这里一个页面，那我们可以新增一个页面。接下来的话，我们的 GPT 生成好了隐私政策以后的话，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网页后台同样的话，我们来复制一下我们的一个页面的一个模板，大概就是这个模板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同样复制一个它，复制它以后的话，我们来到我们这里有个 copy 这个页面，点击这个编辑，这上面的名字的话改成一个隐私政策，这里点击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个编辑，先点一下发布，这里点击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个编辑，把我们的隐私政策内容的话复制过来。因为网站的话都会涉及到一些收集信息，所以这个隐私政策是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有的。那里面这些东西的话不要的话，你可以先把它给删掉。那这里面的内容的话，就直接把我们刚才的一个隐私政策的一个内容的话直接粘贴进来，这个图片你可以换一张。下面这些的话不要的话，你可以把它删掉就可以了。点击上面点击一个右键，这里有个删除，点击右键那里删除，删掉多余的部分，点一下它就可以把它删掉。这个的话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个隐私政策的一个页面了。这图片不要也可以把它删掉。OK， 上面的名字的话改一下，改成一个隐私政策。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隐私政策的一个页面。当然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更新一下，更新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眼睛来预览一下效果。上面的名字还要改一下，这也改成隐私政策。好，大概的话就这样子，更新一下，回到我们的这个后台，点击这几个点，再点击退出，来到我们的一个所有页面，这里有个隐私政策，就是我们刚才建好的这个，我们来查看一下，点击这个查看。现在的话，我们就有了我们这个地址，这就是我们隐私政策的一个页面。接下来回到我们的 Omnisend 的后台话，把我们的隐私政策填到右边来。好，这里的话就已经有了，这里点击一个启用，这个的话就可以了。我们再点进来看一下，点进来看一下，右边的话可以来设置一下，点击这个观众，这个访客的话就是一个订阅者，这里面可以来设置一下，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页面，从什么时候开始运行，这个先不用管它。显示，这里可以显示这个页面是在什么时候弹出来，当然我们可以选择第二个，它在我们的页面以后，它在我们页面比如说停留5秒以后，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就会自动弹出来。我们点击这个更新，好，更新好以后它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进入我们的首页，我们往下面拉，等5秒钟左右，它右下角会弹出一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下，5、4、3、2、1，这里已经出来了，5秒钟左右。我们刚才因为设定的时间是5秒钟，这里它会出现一个点击这个按钮，我们来点一下它，你看这里会弹出这个邮件订阅的一个提示。那这里的话，访客可以输入他的一个邮箱地址，那这里点击个订阅。好，这里的话感谢你的注册我们的邮件列表。好，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的后台，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页面先关掉。这里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订阅者了，是吧？这里我们点进来看一下，点击这个查看报告，这里有个你看联系方式，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订阅的，我刚才输入的一个邮箱地址。通过这方式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收集我们的一个买家的一个邮件地址。有邮件地址以后的话，我们这个系统的话，它会全自动的运行，它可以有访客进入我们的一个网站后台，它就会自动弹出这个窗口，买家的话可以留下他信息，留下他的信息以后的话，我们的系统的话会自动等1分钟就会给他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整个系统是全自动运行，问他有什么需求。那如果你的公司要搞什么活动的话，那你这里还可以创建一个活动的一个邮件列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邮件，你看刚才等了1分钟左右，我们的一个邮件的话就收到一封来自于我们刚才网站自动发送的一封邮件过来，是吧？非常的简单。上面我们刚才写的一个邮件信息。当然的话，我相信你们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就可以好好写一下这个内容，问一下他有什么需求，他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这个链接的话你都可以自定义，当然你可以上面留下你的电话呀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邮件系统的一个设置。它下面的话会有这个 Omnis 的一个 logo， 如果你想把这个 logo 去掉，可能就需要付费了。
我们来到这个 Office 的一个后台，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邮件系统的一个价格。我们点击顶上这个查看计划。那$16一个月的话，每个月可以发6000封邮件。那59每个月的话就可以随便发不限，还可以发送一个短信。大家前期可以先试用一下，因为试用的话它也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一些功能。你觉得后面有必要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付费，因为这个系统比较简单大家可以去好好利用一下，设置一个全自动的一个流程。希望今天有风的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有所启发。本期用到的所有的一个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感兴趣的兄弟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的话，我看到有时间的话，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其他工作可能有时候回复会慢一点希望大家理解一下。